2026年的俄羅斯還能堅持多久？哇，聽到嗎？因為戰爭而受傷的年輕人。這次我從哈薩克斯坦的西部城市阿克陶出發，經過阿特勞，來到俄羅斯南部的軍事與後勤基地阿斯特拉罕。發現這裡比我想象中複雜得多。一面是徵兵廣告，每一年還有700萬盧布，只要你簽約就給300萬盧布。動員標語，還有無人機警戒牌。但另一面，這座城市又很日常，市場照常開，餐館裡有人吃飯聊天，伏爾加河上的郵輪慢慢航行，河岸邊的行人有說有笑。所以這一期來看看新聞鏡頭之外的俄羅斯，我會去阿斯特拉罕的克里姆林宮坐船看伏爾加河，逛當地市場，看看物價和食物到底怎麼樣，也會和本地大學生聊一聊他們眼裡的生活、壓力和未來。Inconvenient as a foreigner traveling here. No internet, the visa card, the master doesn't work here. Yeah. So like, how's the life in here? 這裡不是莫斯科，也不是聖彼得堡，但也許正是這種邊疆城市，就能看出一個國家真實的狀態。就讓我們從阿斯特拉罕開始，開啟俄羅斯南部系列的邊疆之旅。今天呢，我将從這裡坐火車離開阿克陶，前往俄羅斯的邊疆重鎮阿斯特拉罕。歐洲最長的河流伏爾加河流向裡海的入海口，兵家的必爭之地。阿斯特拉罕位於伏爾加河三角洲，幾百年來，蒙古、波斯、韃靼、大俄都曾在這裡角逐。1556年，伊凡4世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國，自此大俄不再只是一個內陸的莫斯科公國，而是邁出橫跨歐亞的關鍵一步。從阿斯特拉罕看大俄崛起，你會發現它不是一夜而成的。他先在這裡建立南部要塞阿斯特拉罕克里姆林，再一點點沿着河流、草原、山路和邊疆推進，把原本屬於蒙古、韃靼和波斯貿易圈的世界逐漸納入自己的版圖。從這裡到阿斯特拉罕，火車大概要行駛1300公里左右需要45個小時，然後價格是41500肩戈。這個票真的非常的難買就是我用那國際網站面搜是搜不到的，後面是找了當地人，然後當地人給了一個他們哈薩克斯坦用的那個網站，然後來買，而且還要他們當地的號碼來註冊，而且還要用俄文才能搜得到這趟列車的，非常不容易。還沒出發就能感覺到俄羅斯的旅遊難度直線飆升除了訂票之外呢，我在訂酒店非常麻煩，常規的像 Booking、Airbnb 這些軟件都是用不了的，然後要下載他們專屬的軟件，而且很多是俄文的。然後在付款的時候因為他們的銀行系統是被封鎖了嘛，也使用不了的。I know about the cell phone shoe. Yes. Yeah. So people's jokes are very funny and hilarious, and the Chinese girls, like women, are very pretty. 哈薩克斯坦人真的非常的熱情然後在這裡和他們都過來搭訕。很經典的俄式車廂過道的這邊呢是有2張床位的，然後這邊呢是有4個床位的，我訂的是下鋪這裡。然後這邊還是有那個床上用品配件套，也是有充電的地方的。Mother Russian and you Kazakhstan. Yes. Okay. 現在來到了哈薩克斯坦的西部石油城市阿克勞。烏拉爾河呢，就是從這裡流向裡海的，也就是說這裡呢就是歐洲跟亞洲的分界線了。現在呢是阿克陶的早上我要等到晚上這輛車才出發，可現在只有車廂，車頭都沒有了。火車呢是停在一個停車場裡面的，所以我現在呢要走出去外面找吃的這一頓飯2300肩戈，那邊呢就是烏拉爾河啦，打個車過去5分鐘左右但我的流量不是特別多我怕等下去了回不來所以說我就不去了可以看到現在車站這邊的人種就豐富起來了，就有突厥的，有中亞的，有俄羅斯的不愧是歐亞交界處。
我呢这去火車站，然後我現在回去，這邊走還要走個15-20分鐘。沒什麼事啊，要先填一個入境的小白卡，這個卡呢要保留着出境的時候要用的。這一條就是烏拉爾河啦，這邊是亞洲，現在駛向了這邊就是歐洲啦。現在邊境停車，然後在火車上面就可以辦理出境了。這邊蓋了個離境站了，非常的便捷。俄羅斯的海關呢也是不用下火車的啊。然後現在呢已經蓋了那個入境站了，應該是30天。清測是沒問題的啊，是可以免簽入境的。可以看到這邊還有那個哨塔的，這邊很奇怪哎，它是先往這邊開到一個海關的地方，但是完全沒有定位的，然後在這裡辦完那個入境手續之後，然後現在又往回開哎，這就是伏爾加河啦。你看，開到了上游去辦簽證，然後現在往下游開回阿斯特拉罕。火車一路向西，終於抵達阿斯特拉罕，這座位於伏爾加河上游的城市，距離裏海大約100公里。它不是傳統意義上貼着海岸的港口，而是一座被河流、島嶼和水道包圍的城市，有幾十座橋連接起來。現今人口大約46萬，是阿斯特拉罕州的首府，也是俄羅斯通往裏海、高加索、中亞和波斯世界的重要門戶。經過2天，終於來到阿斯特拉罕了。來這邊旅遊啊，真的非常的有挑戰性啊！現在的網絡是用不了，我是買了那個eSIM卡也用不了。然後我在網上面查攻略，要辦當地的卡非常麻煩。現在就是你的護照要拿去做公證、翻譯件，然後再要去做個生物信息的採集，然後才可以辦理當地的電話卡的。我先找個地方來弄一下我的eSIM卡吧。現在呢是沒有網絡，而且定位呢是到處飄的啊 ，GPS 是不準的。我已經下載了4個地圖了，都不好用啊。現在走到商場這裡面來問啊，然後這邊買SIM卡的話是要有那個政府的賬戶，還有這個什麼個人保險賬號才行。他有臨時的要給500盧布，但是要給現金，哎，我都沒有，真的很難搞。而且這邊也沒有換錢的地方，然後取錢的銀行又很遠。我的那個eSIM卡還用不了，漢堡王一個套餐大概在500-600盧布左右啊，結果我的卡還是用不了，沒辦法，只能又回去找那個電信小哥是長漢島，後面他接受我用那個堅哥來付錢，等值於500盧布，有50個 GB 的流量，然後只能用7天，網絡搞定，錢也搞定了，這就是盧布啊。我找司機老哥，然後他打電話讓人過來換錢的，換好了。先來客運站這裡呢，買2天後的票去 Elista。距離我下火車已經過去了整整2個小時，終於把網絡錢都搞定了。現在呢就用 Yandex.Go 打個車去酒店，在線上也是不能用銀行卡支付的，所以說只能給現金的。哇，這個 GPS 啊，老是亂跳啊！你看司機要找我找了半天，後面還是找當地人打電話，然後讓當地人告訴他那個地址才過來接得到我。什麼？已經辦理好入住了，在這裡辦理入住呢，要有這個入境的小表格才行了。出境的時候還要給海關的，而且在這裡辦理入住之後啊，你要找他要那個登記表。等你退房的時候，你要拿這個登記表，然後去下一家酒店住，他要查這個登記表的。衛生間呢雖然是獨立給我使用的，但是在外面，不在房間裡面。這就是我住的房間，空間還是可以，採光也不錯。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陽台。價格是165人民幣一個晚上。洗了個澡出門啊，可以看到這邊很多房子還是木質的啊。現在來這邊旅遊，感覺這個難度一直在飆升啊。我不是辦了一個7天的電話卡嗎？才用了幾個小時，我估計那個小哥已經把我的電話卡給取消了。等一下要過去找他才行。然後就是我的簽證啊，他不是給那個小白卡嘛，然後就是在上面填日期。我以為填的是那個酒店入住的日期，因為我只是住了2天。所以我寫了2天，有可能他給我的那個簽證有效期就是2天啊！哇，真的很頭疼。今天是星期天，然後他們沒有開門，明天我就要去移民局去找他們了。
這邊 Visa、Master 都不能用啊，反而銀聯能用，而且也就只有這家銀行能用，就是俄羅斯的農業銀行啊。在這邊呢，取了1萬盧布，是943人民幣，還有21人民幣的手續費。剛跑到另外一個小蜜蜂的影印商這裡，然後問他們能不能辦 SIM 卡，他說也是辦不了。他說從2025年開始實施的政策，因為戰爭，所以說外國人是辦不了那個電話卡了，只能有那個社行號，又或者是說是他們俄羅斯的護照才可以辦理。我到現在都還沒吃東西啊，先來到另外一個漢堡王，看這邊能不能用 Visa 卡，不行的話就給現金了，因為我先有現金了。這邊一個套餐價格基本都在500-600盧布左右，還是付款失敗啊。本來想在這裡蹭個免費 WiFi 的，結果中國號碼還不能用，在這裡哦就跟渡劫一樣，實在是太麻煩了。廣場這裡呢還有一個這樣的牌子啊，是宣傳反恐的，這些都是一些常規的反恐啊。還有這裡呢還加了一個宣傳無人機的啊，其實就有點像戰前動員一樣的感覺了。這裡是市中心的一個宮殿群啊。它的名字叫做克里姆林宮，你沒聽錯啊，跟莫斯科那個是一模一樣的啊。而且它這裡啊，對俄羅斯人來說是意義非凡的。是伊凡4世在16世紀打到這裡後，然後命令人在這裡修建了一個城堡啊，也意味着是俄羅斯從一個莫斯科公國轉向跨越歐亞的俄羅斯帝國。1556年，伊凡4世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國。并于1558年在福康伏爾加河的陡峭山丘上建造了這座克里姆林宮。這一年傳統上被認為是現代城市的奠基之年，而這裡的克里姆林不是單指宮殿，而是俄羅斯城市的核心要塞。阿斯特拉罕克里姆林就是大俄在伏爾加河下游建立的南部門戶，是俄羅斯開始從東歐國家轉向俄羅斯帝國的象徵。大俄第一次真正打通了伏爾加河下游，也把手伸向里海、草原、高加索和更遠的東方貿易世界。這裡面是對外開放的，不需要門票的啊。我之後呢，就是一個東正教堂了，裡面非常的富麗堂皇。在當時來說的話，東正教堂開到這裡，相當於是控制了整個伏爾加河流域了啊，相當於是俄羅斯帝國的奠基了。在公交站這裡呢，有一個徵兵廣告，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啊，這邊只要你簽約就給300萬盧布。然後每一年還有700萬盧布啊，一共是3年左右。這300萬盧布應該是簽約就能拿到，但這700萬呢就不好拿了，因為它是有獎金啊，有那個軍功啊，各種算在一起的。我們來翻一下這個牌子說的是什麼吧。這是勝利的信誡，愛國主義對祖國命運的歸屬感以及祖國未來的責任感都源於對祖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了解。但從來不提公民權，就是你在這個城市能發現非常多這些愛國宣傳的。在這邊呢，還是能看到一些因為戰爭而受傷的年輕人。I'm living in Astrakhan. I'm 20 old. I'm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with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future, I want to become a specialist or informational security. For me, salary 100 to 150,000 rubles is not bad for comfortable life. Hello, baby. Hi. How should I call you? You can call me Madina. You can call me Amina. Oh, and 你好. You can speak Chinese, right? A little bit. 你好. I learned Chinese because I really like this culture. I wanted to visit this country. Okay. By the way, I still want to visit this country one day. So what's your impression of China? Oh, I like the culture. I like the yes, national clothes. I even have one, hanfu, right? Yeah. So what do you like living in Astrakhan? Okay, that's my motherland. Yes, I was born there. By the way, I lived in Moscow. Oh, Moscow. Yes, but I moved here in my motherland. Yes, because
Как будет сравнить? More comfort for you. Yes, this city is more comfortable for me. Yes, it's a really quiet city, but we have a fun nightlife. Okay. Moscow is just too big for me. Yeah, it is. Yes, and everyone there is really yes, always in a hurry. Okay. I like more quiet life. Oh, okay. Yes. Yes, here, like here is very cozy. Yes. Are you in school? No, You I graduated? I study in university. Yes, I'm a University, student. I see. Yes, So- Astrakhan. Government, university. Yes, Oh, okay. So like, what's your major? What studying? culturology. Culture? Culturology. I don't know. Yes, we study culture and English language. We are going to be teachers. That's my friend and okay. my classmate. As for me, I want to be a teacher, but I don't want to be a school teacher. Okay. I don't really want it because the salary is not too big. Yeah. Yes, yes, yeah, I want to be a tutor. okay. Yes. Yeah, so like, how much do you think it is enough to live well in here? Oh, in Astrakhan. If we're not talking about luxury life, Yeah. I think 40K is enough. Expensive? Нет, 40K у нас примерно it's almost 10-20K to How about rent you? the house. I think 40K comfortable for students, Okay. not for us, for example. Okay. But when you have a child or a Yeah. whole family, you need more money. I live with my grandma, so half of my spendings Yeah. is on her. Yes, but as for me, I lived on 20K and it's enough for me. We study for free, Yeah. but we're in a budget. Yes. Education, free education one. And in school, free Yeah.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free too. Yeah. Yes, So for everybody. So you get a scholarship, right? Scholarship. Right now, yes. Oh, But in schools, congratulations. we don't have this. Yes, we have this. But if you are not on free education, in our university Yeah. is almost сейчас, погоди. 140,000. Один, четыре. Okay. It's my second time to hear, but it's very inconvenient as a foreigner traveling in here. No internet. The bank, yes, block. I can use the card to pay the Visa card, the Master. It doesn't work here. Do you want to stay in Russia or go abroad? I wan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It's for sure. Yeah. But for life, Yeah. I think I prefer Russia. Yeah, Russia. And you? I think the same. I wan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ut I think the Russia is the best country. Okay. Russia, not the. For living, yeah, because we were born here, Yeah. and I think it's more comfortable because of, I don't really like Western countries like USA Yeah. or this kind of. But in the No. Western media, they say here the broke energy, the life struggle. That's not the reason, actually. Just because of my mentality, I guess. I wanted to live in China or this type of countries, yes, but this one big problem in language. Yeah, it is. Yeah. Yes. Chinese very hard. We have 4 words for one word. Yes. One word. I know, yes. Yes, My how? voice is not Yeah. like this. Okay, the last, do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the audience? The last.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the follower, to the viewers? Travel to Astrakhan, to Russia. Все, that's all. That's all, ye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这里就是欧洲最长的河流伏尔加河啦，这边呢是盛产鲟鱼的，具体
資料我就沒有了，因為我沒有網絡，我查不到。那等一下我們就坐船來遊覽一下這條河吧。Baby, do you get a fish? Yeah, can I have a look? Okay. 哦，哇，咱們釣到的魚耶！這裡就是坐船的碼頭啊。成人的話是800盧布一個人，一樣是刷不了卡的，只能給現金。位置不太好啊，坐在船尾啊。给大家来介紹一下這條河吧。這條河呢，就是真正的俄羅斯的母親河了。俄羅斯20個人口最多的城市裡面，有11個都是在這個伏爾加河的流域的，包括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你是哪裡的？乾杯！現在呢，就是到處找人要熱點啊。現在找這個開船大哥要了一個熱點，上了一下網。現在應該是漲潮期，可以看到旁邊的這些器材啊、商店啊都被淹沒了。巴嘎。上面呢就是俄羅斯的國徽啦，雙頭鷹，一邊望着歐洲，一邊望着亞洲，意味着要統一歐亞。不要懷疑你的眼睛啊！我們現在還是在同一個城市啊，從比較繁華的市區走過來，也就是一條河之隔。這邊就比較的破敗了，而且很多房屋都感覺要倒塌了感覺。哇，聽到嗎？這是無人機來空襲嗎？大家早上好啊！給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我的手機有網絡了。那個eSIM卡呢，因為我是在國外裝的，所以說一來到了俄羅斯呢，它這邊就會封鎖24個小時，現在已經解封了。現在打了一個車去2.5公里外的一個魚市場，價格是170盧布。阿斯特拉罕所在的里海流域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鱘魚產區了，而鱘魚子呢，是有黑色黃金之稱。鱘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種魚類了，也是有水中活化石。像我們中國的很多鱘魚品種都已經滅絕了的。我們就來逛一下這個鱘魚市場吧。可以看到這邊的價格，像這邊這一款比較好的是賣到12500盧布。買了一份鱘魚肉，價格是473盧布，然後老闆給我打折了，是450盧布。來試一下吧。這個口感吃起來啊，它不是柴，其實有點像那個三文魚的口感，但是比三文魚再有嚼勁一點點，然後也是富含脂肪的。它這個魚又是生的，不是熟的，就稍微醃了一下，有那個鹹鹹的味道，味道還真不錯哎，停不下來，哇，太爽了！太滿足了！這裡是一個中央歌劇院，這邊都不用門票的，可以隨便進去的。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一個日常超市的價格啊，像這個橘子價格是150盧布1公斤，橙子是80盧布1公斤，香蕉145盧布1公斤，黃瓜是170盧布1公斤，胡蘿蔔是42盧布。土豆是80盧布，1.5升的水是65盧布，10個雞蛋在100盧布左右。你看到這邊雞肉的價格非常有趣啊，這個是雞小腿，這個是雞翅膀，這個是雞胸肉，然後這個是雞大腿。雞胸肉反而賣的最貴啊，33盧布1公斤。剛剛試了一下，這邊 Visa 跟 Master 都是用不了的。在俄羅斯辦事真的非常折磨人啊！我在市中心那個移民局呢，他說他是內政部的，辦不了。然後現在讓我來到機場這邊的這個移民局，他是可以辦，但他讓我下午再過來辦，要跑3趟。
下午終於搞好了，現在是可以在這裡停留30天了，哇，太折騰人了。辦完簽證心情好多了啊！先來到當地的一個農貿市場，這邊就是有魚市場、有肉市場，再加上蔬果的。雖然是農貿市場，可以看到這邊真的很乾淨。這個就是鱘魚子啦，然後一條價格是4455盧布。這邊的農貿市場啊，設計的非常合理啊！你看這蔬果的是蔬果的，然後那邊呢是買生肉類的，這邊都是熟食嘛。然後那邊呢是買魚的生鮮的，它也是有個門隔起來的。這個是鯉魚的價格是250盧布1公斤。俄羅斯作為能源出口的大國，我們來看他們能源的價格吧。看這個牌子上面寫的，95的是70盧布，92的是64.4盧布，柴油是75.1盧布1升。這個價格相對別的地方來說的話是很便宜，但是作為俄羅斯來說的話，特別是跟哈薩對比啊，差不多貴了1倍不止了。哇，這裡還有個 Techno 啊，大家可能對這個牌子不是很熟悉啊，在非洲來說的話，它是王牌中的王牌啊。它其實是一個中國的品牌的，叫傳音手機，是華强北出去的。你看到這一款50 Ultra 5G 的價格是37000盧布，一條襯衫價格是1004盧布，香辣牛肉麵160盧布，小雞拌麵200盧布，俄羅斯版的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晚餐呢，我就在超市來解決啊。這頓飯再加瓶水，價格是458盧布。哇，看這個小哥的紋身，性愛蛇，然後這個手的紋身是龜。今天呢，就在這裡的最後一天啦。今天哇，做了很多事情啊，然後採訪，然後去逛了當地的市場，還跑了2個移民局，去了3次啊。這2天逛下來呢，26年的俄羅斯南部城市給我的感覺啊，是他們的物價是有上漲的，对他們當地人的生活呢是有影響的，包括他們打電話啊、GPS 啊都有一些限制，然後很多網站是上不了的。但他們當地人的反戰情緒又沒有很大啊，反而是很多愛國的宣傳啊、徵兵的廣告啊。所以說，現在的俄羅斯跟我24年在莫斯科的時候感覺是一樣的，戰爭還是沒有那麼快結束。